每年1.5厘米，我们的地球现在正在远离太阳啊。那么未来它会脱离太阳系呢，还是会被太阳吞噬？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地球未来的结局。好，我先说答案啊。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地球正在以每年1.5公分的距离，在远离太阳。那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它的平均速度每年还会下降3纳米每秒。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地球会脱离太阳系的，进入寒冷黑暗的星际空间，因为地球远离太阳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啊，未来它还会螺旋又靠近太阳的，最后会撞入太阳的怀抱。那接下来我们先说地球现在正在远离太阳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其实显而易见。因为太阳自身的质量它一直在减小，所以施加给地球的引力也在减小，这就导致了地球的轨道一直在螺旋远离太阳。那太阳的质量在减小，是因为太阳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大量的能量，那么能量本身又不会凭空出现，对吧？这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通过消耗质量来产生的。那比如说太阳核心将4个质子融合成一个氦原子核的时候，那么生成物的质量就会减小7%，那么损失的这部分质量就会通过质能方程转化成纯能量。由于太阳内部每秒钟参与反应的质子数达到了4乘以10的38次方克，所以太阳每秒钟会损失掉400万吨的质量啊。那你把这些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就是太阳每秒钟释放出来的能量，非常的惊人，对吧？这就是为啥你看我们的地球距离太阳1.5亿公里这么远，我们在地球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太阳巨大的热量啊。那还有那刚才我说了，太阳每秒钟要损失400万吨的质量，那这1年下来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啊，这足以影响到太阳提供的引力。那么根据估计，太阳从诞生到现在因为核聚变就损失了95个地球，相当于一个土星的质量。那你现在想一下，一个土星就这么消失了，这么大的质量足以造成我们今天地球的轨道和45亿年前地球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其实太阳除了核聚变会损失质量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效应，就是太阳风。我们知道太阳的质量很大，核心的密度很高能够达到固体氢的10来倍，但是它的外层却很松散密度比水还要低。因此太阳在发出辐射的时候，会将外层的光球层的这个氢原子核电子，甚至会将更重的原子核吹出来的。然后这些向外抛洒的带电粒子就像一阵风一样因此被称为太阳风。那么太阳除了日常向外抛洒这些带电粒子之外，有时还会爆发比较大的事件比如说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等这些现象，就跟突然刮了一阵龙卷风一样，会将更多的物质带离太阳的那么根据估计，太阳风每秒钟平均下来会带走160万吨的质量。在整个太阳的生命周期内，因为太阳风已经损失了30个地球，这个质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这弥散在整个太阳系中的太阳风也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微小的影响。因为我们常听说太阳风具有压力，这是因为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以非常高的速度在飞行，它们具有动能。那么在撞击到任何物体的时候，就会因为传递动能而产生压力。那么地球在向外在外太空飞行的时候就会与这些太阳风的粒子每时每刻发生碰撞的，从而就会减小太阳公转时候的角动量。那么这种效应也会导致地球公转速度减慢的然后这个轨道外移，对吧？不过由于我们地球的质量很大太阳风的影响非常的微小，那么每100万年只会将地球的轨道向外推一个质子的宽度非常的小。那么以上3种对地球轨道影响比较大的效应，现在加起来就造成了每年地球轨道会向外移1.5公分，速度每年会减小3纳米每秒，这就是地球现在在向外螺旋远离太阳的原因。虽然每年挪个1.5公分听起来不多，但是在45亿年间，地球已经向外挪了大约5万公里了，速度降低了10米每秒。但是地球在未来并不会脱离太阳因为太阳它不会一直损失质量的，大约再过70亿年的时间，太阳核心的氢消耗完以后就会变成红巨星的，到那个时候太阳的体积会比现在大100倍那可以肯定的是，膨胀后的太阳一定会吞噬掉水星和金星的。那至于会不会吞噬掉我们的地球，现在还说不准，因为太阳在膨胀成红巨星的时候，损失质量的速度会大幅的增加，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地球的轨道会急剧向外扩张的就是说也许我们的地球会幸免于被太阳吞噬的厄运但是就算地球活了下来，也会被烤成一个火球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地球上的生命早就灭亡了。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不是我们操心的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预测幸存下来的地球未来的命运。太阳在膨胀成红巨星以后时间不过1亿年，太阳就会在行星状星云的爆发中彻底的死亡，将外层所有的物质抛洒出去，中心会留下一颗白矮星。白矮星它不是恒星，它没有核聚变，它自身的温度是来自于太阳核心的温度残留以及引力的收缩机制。那么一颗白矮星想要通过热辐射彻底的在宇宙中冷却下来，
至少需要数万亿年的时间。那么到那个时候，地球如果还活着的话唯一能够影响地球轨道的原因就剩下爱因斯坦的这个引力辐射了，也就是地球在绕白矮星公转的时候所发出的引力辐射会带走地球的轨道能量，造成轨道衰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地球的轨道会螺旋向内靠近白矮星，直到有一天撞向太阳的实体。不过小质量天体的引力辐射非常的微弱，因此想要地球撞向太阳，至少需要10的26次方年，这比宇宙现存的时间都长了很多，对吧？所以这完全跟我们人类就已经没有了关系。好，那最后总结一下地球现在正在远离太阳是事实但远离的速度并不快，并不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那么未来我们不会脱离太阳系的但是未来地球肯定会和太阳相撞的。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去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